2026年第一期视频，在这里先祝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财源滚滚来。2025年的市场可以说是一场冰与火之歌，我们共同见证了两种截然相反，甚至可以说是相互矛盾的奇特景象。一方面，外汇市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货币汇率，表现得风平浪静，仿佛一潭死水，波澜不惊，显着异常沉静。而另外一方面，以黄金、白银为代表的贵金属市场却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牛市行情，光芒四射，吸引着全球投资者的目光。那么在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同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大背景下，这两大核心资产类别的表现却会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反差呢？更重要的是，这种奇特的分化对于我们即将到来的2026年在投资布局上又发出了怎样深刻的信号呢？今天我们将深入系统的为您解读一份来自全球最大金融衍生品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重磅报告，其标题发人深省：各国央行会在2026年逆转政策方向吗？这份报告为我们精准地剖析了当前市场的核心宏观驱动因素，并对未来的走势给出了关键的线索和预判。无论您是身经百战的交易老手，还是刚刚开始关注黄金、白银投资领域的新朋友，今天的内容都将为您提供一个全新的、更加清晰的决策框架。这份报告是由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 Eric Nolan 亲自撰写，他以详实的数据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关键十字路口的宏大图景。这个路口方向的选择将决定未来数年资产价格的命运。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宋浩。我们首先来看报告的第2页，这里用2张对比鲜明的图表，清晰地为我们讲述了2个市场的故事。请看左上方的图表1，外汇 CVOL 指数。这里的 CVOL 这个词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独有的波动率指数，您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市场的恐慌指数或者兴奋指数，它衡量的是市场参与者对于未来价格波动性的集体预期。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像日元、欧元、英镑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主要货币，它们的波动率指数曲线在整个2025年整体上是持续下行的，这传达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外汇市场的交易员们普遍预期市场会非常平稳，未来的价格波动会很小，大家似乎都进入到一种躺平的状态。但是请立刻将目光转移到下面的图表2，贵金属 CVOL 指数，我们会发现这里的景象完全是另外一片天地。黄金、白银，特别是铂金的隐含波动率在2025年出现了急剧的持续的攀升，这就好像天气预报说货币世界的未来晴空万里，而贵金属的世界则预告将有狂风暴雨。这种剧烈的波动预期代表着投资者认为贵金属的价格将在未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们开篇就直面一个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分歧：平静的货币和躁动的金属，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那么核心问题自然就来了，为什么？要理解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我们必须把视野拉得更广，翻到报告的第3页，看一下宏观的背景。这个图表3，彭博美元指数，它展示了美元对一篮子主要货币的综合价值，是时间跨度非常长，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美元在2025年确实有所下跌，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这几十年的历史长河中来比较，这个跌幅其实非常小，远谈不上是暴跌或者崩盘。这也从侧面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之前的图表1当中看到的外汇市场波动率会这么低，因为领头羊美元走势相对温和。报告在这里敏锐地指出，当外汇市场整体相对停滞的时候，贵金属市场的价格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飙升。黄金和白银不仅上涨，更是创下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新高。而同为贵金属的铂金和巴金，在2025年4月到10月这短短的半年时间里面，价格涨幅竟然高达惊人的 90%。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宏观力量背后导演了这场大戏呢？一方面推动贵金属价格一飞冲天，另外一方面又让货币汇率死气沉沉呢？报告为我们总结了4个如同定海神针一般的核心驱动因素，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中之重，请大家拿出笔记本记好了。第一，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核心通胀率都明显高于其央行设定的控制目标。第二，尽管通胀高得发烫，但几乎所有央行都不约而同地执行着降息的操作。第三，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引擎正在失速，失业率正在悄然上升。第四，一个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问题，财政主导现象日益明显。简单来说，就是各国政府都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实行财政赤字，而且似乎没有明确的计划去勒紧裤腰带。把这4点串联起来，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状况正变得史无前例的相似，就像得了同一种经济病。这使得投资者很难在不同国家的法定货币之间做出优劣选择，因为大家看起来都差不多病了。正是因为这些普遍存在的病症，促使聪明的资金去寻找那些央行无法随意印出来的能够抵御法定货币内在价值侵蚀的资产，而这些就是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的核心价值所在。我们来把第一个因素通胀拿出来，用显微镜仔细看一下。在报告的第5页图表5中给出我们一张信息量极大的表格，各国央行通胀目标与当前核心 CPI 对比。这张图清晰地罗列了全球21个主要经济体的情况。在深入数据之前，我们先解释一下核心 CPI， 它是剔除了价格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更能反映出经济潜在的长期的通胀压力，是央行最为关注的数据。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无论是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南美洲的巴西，还是欧洲的欧元区、英国，他们的核心通胀率都明显高于 2% 或 3% 的官方目标。平均来看，高出整整1个百分点。1个百分点听起来好像不多，但对于掌握着万亿级别经济体的央行来说，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失职了。更值得警惕的是，在这21个经济体的当中，有多达12个核心通胀在过去6个月里面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是继续上升。所以我们面对的通胀不仅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且在很多地方这个问题还在持续恶化，就像一个不断蔓延的慢性病。那么既然通胀的火烧得这么旺，按照经济学教科书，央行应该立刻拿起水枪，也就是加息来给经济降温。然而这正是当前市场最诡异、最反常识的地方。翻到报告的第6、7、8页，我们会发现央行正在做的恰恰是火上浇油。第6页的图表6，主要央行政策利率，这张图涵盖了全球最重要的几大央行。我们可以看到，除了长期维持零利率，最近才象征性动了一下的日本央行以及巴西央行的短暂动作之外，几乎所有主要央行的利率曲线在2025年都画出了一道清晰的下行轨迹。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这些全球货币政策的风向标竟然全都在降息。这个故事在第7页和第8页还在以同样的方式上演。第7页的图表7，除了作为异类的巴西，其他拉丁美国家的主要央行也都在放宽货币政策。而第8页的图表8则告诉我们，远在东欧的国家们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甚至说可以是颠覆性的信号。各国央行正在通胀高于目标的情况下，系统性的放松货币政策。对于投资新手来说，这可能有点违反直觉，因为我们被教育的央行加息对抗通胀，现在情境则刚好相反，在央行的天平上还有比通胀更让他们担忧的事情，那就是经济增长放缓和随之而来的失业率上升。
这就自然地引出了报告的第11页的内容，它解释了央行们反常行为的背后的苦衷。这里的图表12显示，在许多全球最富裕的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失业率都呈现出一条令人不安的上升曲线。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像2008年金融海啸那样的大规模裁员潮，但就业市场的确在一点一点的冷却。显然，在控制通胀和保障就业、刺激增长这两个目标之间，各国央行无奈地选择了后者。他们正在选择用更低的利率去刺激经济，哪怕会带来通胀继续上行的巨大风险。而央行的这种选择对于贵金属来说，无疑是吹响了最嘹亮的冲锋号。这里我们要引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实际收益率，它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举例子来说，如果您的银行存款利率是 2%， 但通胀率是 4%， 那么您的实际收益率就是负的 2%。 这意味着你把钱存在银行里面，1年下来，虽然钱的数额变多了，但实际能买到的东西反而变少了，您的购买力实实在在的在缩水了。在当前这种低利率、高通胀的环境下，持有现金或者债券的实际收益率普遍为负。在这种环境下，持有像黄金、白银这种本身不产生利息，但能够有效对抗货币贬值的硬资产，就变得极具吸引力了。这是一种理性的必然的选择。这个宏观拼图的最后也是最深刻的一块，是报告的第13页提到的财政主导。这个概念可能稍微进阶一些，但它对理解未来至关重要。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就像一辆汽车，财政部是踩油门的，通过增加支出和减税来提速，而中央银行是踩刹车的，通过加息来降温。在正常情况下，两者互相配合，但现在的情况是，踩油门的政府为了应对各种社会问题和刺激经济，正在把油门踩到底，导致财政赤字急剧扩大。而踩刹车的央行为了不让政府的债务利息负担过重，而导致系统性的风险，反而不敢用力踩刹车，甚至还要一起踩油门，也就是维持低利率。报告里面提到，美国的财政赤字占到 GDP 的 6%， 在这个经济并未衰退的时期是非常罕见的。英国是 4.5%， 法国是 5.5%， 而且几乎没有哪个主要国家有明确的计划来缩减开支。这种持续的政府大放水会向经济注入海量的货币，进一步推高长期的通胀预期。这也再次从结构上强化了一个核心逻辑：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的内在价值正在被系统性的稀释，相对于黄金、白银这类供应有限的硬资产，长期来看，贬值的趋势几乎是不可逆转的。那么这一切纷繁复杂的线索对于即将到来的2026年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到报告的第14页底线部分，这里是结论的核心。报告的观点非常明确，只要当前的这些宏观大趋势，也就是大规模的财政赤字以及央行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继续实施宽松的政策得以持续，那么法定货币相对于贵金属的贬值趋势很可能会浩浩荡荡的延续到2026年。但是投资的世界里永远没有100%的确定性，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所有已经持有或者计划投资贵金属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必须时刻警惕的巨大风险，那就是如果通胀的恶魔最终失控，迫使其他央行开始仿效巴西央行的做法，也就是为了捍卫货币信誉而选择断然加息，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们看到全球央行在2026年发生戏剧性的政策大转向，从鸽派的降息转为鹰派的加息竞赛，那么贵金属的这场盛宴就有可能戛然而止，因为加息会提高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同时提振美元，这是对金价的双重打击，就像2022到2023年
那一轮史诗级的加息导致贵金属价格的大幅回调和长时间的盘整。所以2026年全球市场的核心剧本就是一场央行与通胀的终极博弈。国央行是会继续当前的宽松政策，还是会被失控的通胀或者说被市场的惩罚被迫逆转方向，重新开始痛苦的紧缩周期呢？这个逆转是否会发生，以及何时会发生，就是我们需要用尽所有精力去密切关注的核心风险点。让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当前市场存在一个明确的深刻的分歧，那就是平静的货币市场和火热的贵金属市场。这背后的宏大驱动力是高通胀、低利率、缓慢的经济增长和巨大的政府开支这4大支柱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展望2026年，最大的悬念和变数就是各国央行是否会坚持当前的宽松政策，还是会被迫掉头转向紧缩。央行的这个政策拐点将是决定我们未来投资组合成败的关键。那么屏幕前的您认为2026年会发生什么呢？您认为央行是会继续放水，黄金再创新高，还是认为紧缩风暴即将来临？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下您的真知灼见，我们一起来参考讨论一下。如果您觉得今天的深度解读对您有所启发，请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期的深度市场解读了。感谢您的耐心收看，我们下期再见。